缴获加军援，乌军部队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相比战斗初期得到了永久性的增强。但近期，即便乌克兰得到了来自北约各国的支援，如 AMX-10RC、布雷德利、黄鼠狼等，却仍表示需要西方的自主坦克，这是为什么呢？回顾哈尔科夫大捷，在俄军狼狈逃溃、乌军从容追击之后，克贡的运输大队长可是给乌克兰运输了不少 T72、T80和 T90。甚至还有俄军的王牌坦克 T90M， 都已经如此了，乌军还要找西方要主战坦克，这说明乌克兰还是有识货的人的。虽然苏制坦克曾一度是西方的梦魇，但那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之前的事情了。在那之后，苏系坦克与西方坦克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如今更是不可相提并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且听火力军道来。钢铁洪流一去不返，曾经的钢铁王国也再也无法保持坦克技术的王冠。如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军队用着苏联坦克去打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当时叙军装备的是苏联先进的 T62坦克，而以军则是肖特坦克，而总体性能在纸面上是不如 T62的。更何况叙军当时还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1400比300，但就是这种看起来稳赢不输的局面，愣是让以军以损失250辆坦克的代价击毁了叙军1100多辆各式坦克，差不多也就是自此战以后，苏军坦克的牌子算是砸了一半。砸了一半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不是苏联坦克不行，而是叙军坦克兵的职业素质不行，玩不好这么高精尖的东西。这话也不能说没道理，我们就当叙军不熟悉当地地形，没有制定好作战战术导致了大败。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此战过后，苏联研制出了 T72坦克，这种坦克相比 T62 外形更低矮，让其更难被击中，而且火力还得到了增强。再加上当时轰轰烈烈钢铁洪流的宣传， T72就成了北约国家心中的梦魇。只不过理想很美好，苏联的钢铁洪流还没实现，倒是让装备了 T72的伊拉克在1991年遭遇到了美国的 MEA1。表面上看，两者都属于第3代主战坦克，如果正面碰撞，应该是难分伯仲才对，但结果却是一边倒的屠杀。海湾战争地面战开始后的第2天，也就是1991年2月25日中午，伊拉克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一个营共35辆 T72坦克，准备在漫天沙尘和油井燃烧释放烟雾的掩护下偷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 MEA1坦克连，结果却被美军坦克的车载热成像仪侦测到并果断开火。仅仅40分钟后，伊军 T72仅有1辆幸存，其余34辆均被击毁，而美军的12辆 MEA1却无一损伤。此战双方坦克的数量对比是12比35，结果却是34比0。加上类似的事情还在海湾战争中一再发生，让人产生了疑惑：苏联坦克数据宣传那么好，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此时可能会有人站出来找借口说，伊拉克用的侯版 T72。所谓侯版，就是性能比苏联自己用的要差很多的简化版本，甚至还会拿出了一堆的数据和证据去证明伊拉克的 T72本身就很弱，打成这样纯粹是伊拉克的 T72不行等等。先有坦克兵素质不行，后有侯版坦克，这理由虽然也很合理，但火力军觉得苏俄坦克之所以这么弱，主要是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简单的说就是时代变了。二战结束之后，坦克这种大型装备的技术集成度越来越高，科技树也是越来越复杂。二战时期，坦克的科技树分支可以分成3条，分别是钢铁、机械和光学。在传统的这3个领域中，苏俄坦克丝毫不落下风。但从二战开始，坦克这个科技树的树杈变得越来越多。首先分出来的便是电子设备，这个辅助器还是以海湾战争为例。美军坦克表现出的战场感知力和自动化操控压倒了一切。在海湾战争的地面战场中，美军和伊拉克军队的坦克虽然都有夜战装置，但两者的工作原理却完全不同。美军装备的是热成像仪，不用自己主动发出任何红外信号，就能被动地捕捉到对面的红外信号特征。如此一来，坦克发动机的热信号就无比明显，在黑暗中，敌人坦克也就成了明晃晃的靶子。反观伊拉克的 T72， 虽然也有夜视装置，但它却需要主动发出红外线，加上其探测距离也非常有限。据当时幸存的伊拉克坦克手回忆，他们只能盲目地照着美军的炮口火焰开火，所以才会有美军一边倒屠杀的结果。其次增加的是材料学这个树杈。过去坦克非常强调3个要素的平衡，即防护、火力和机动。
如二战时期德军的虎式坦克，它能在战场上挨了100多枚苏军的反坦克炮弹之后全身而退；又或者如今的挑战者坦克，最出名的乔巴姆式装甲一样，创造过被各种武器击中200多次、数十发火箭筒不能打穿的传奇。而在苏俄坦克中，与 T72 同时期的 T80 系列防护能力也挺优秀的，就是没有西方的好。T80 系列都配备了苏联当时陶瓷球和蜂窝陶瓷复合装甲，其中 T80U 除了蜂窝陶瓷碎片装甲外，还额外配备了接触5型爆炸式反应装甲。其相比较接触1提升了300到400毫米 RHA。在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和1995年巷战时， T80BV 和各型 T72 的各种丢人现眼，则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费缩水和当时俄罗斯新兵太多、作战经验不足所导致。其中最愚蠢的莫过于巷战时坦克单枪匹马闯入街巷。坦克想要发挥其优秀的性能，需要配合步兵战车和步兵协同作战。城市战和巷战时，坦克仅需要提供火力支援和火力压制即可，其他的留给步兵战车和步兵，逐一推进搜寻围剿建筑物内游击部队即可。而坦克单枪匹马闯入街巷内，纯粹是找死，被两边建筑物里的士兵关门打狗，纯粹是人为导致的悲剧。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不仅装甲材料厚度在增加，坦克主炮的穿甲弹穿身大大加强，基本上只要被击中，那就是没得跑，必死无疑。而这里的击中其实也包含了2个要素，第一是发现目标，第二是迅速的瞄准目标。这就要求坦克的感知力非常好，而且要有自动化的瞄准装备。这不仅仅是垂直稳定器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得有车载计算机根据距离、弹种甚至风向等参数去自动计算出开火的参数出来。但正如大家所知，在这一块上是苏俄最大的短板，要不然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坦克怎么会一打就爆呢？就是因为电子设备、材料技术落后了，不能及时发现敌人，也无法抵御攻击，以至于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了俄罗斯坦克给自己焊顶棚的笑话。最后一点大概就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科研体系的原因。前苏联的科研体系都是大而全，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就这么几个设计局、几个钢铁厂负责坦克的研制与生产。如果在战时，这个效率是极高的，非常有利于大规模战争动员。然而在和平时期，小步快走，慢慢的积累技术，这模式就不太适合了。好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坦克的科技树就这么几条：钢铁、机械和光学。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效果还不错，一时间与欧美相比也不落下风。比如 T55坦克，单纯从钢铁机械的对比上讲，它已经达到了传统技术的顶点。然而随着坦克技术的发展，集成度越来越高，尤其刚才讲的电子科技和材料科技的加入，直接让苏俄这个时期的规模优势效果变得十分有限。即便是全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架不住技术上有短板。而且新兴起来的技术强调的是效率，是迭代，是更新，导致大而全的企业反而不如小而精的企业。也就是说，在新兴技术的掺和下，当时苏联那种举国体制在欧美用市场竞争法选出最优产品的体制对比之下，显得越发落伍。更可怕的是，苏联这种军工科研体制实际上还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民营企业的进入。虽然自己搞一个壁垒，保密工作会不错，然而在技术落后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只能让自己更加封闭，与世界脱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坦克设计方针过于的专业化，过于强调适合自己的国情，以至于一旦脱离了苏联战场，马上就会变得水土不服。所以才会有苏俄坦克是 PPT 产品的说法，纸上谈性能可以，拉到实战就不行。最后的最后，火力军一直觉得苏俄坦克在使用方面仅仅只是消耗品，作战讲究体系作战，集中冲锋，不要求性能有多好，打炮有多准，只要能跑上个10天半个月不坏，开上几百炮不罢工就行了，靠数量碾压对手。但还是那句话，时代变了，加上俄罗斯经济又不行，想要依靠数量取胜已经是难上加难，所以在俄乌战场上才会被打得那么惨。在车载火控、火炮性能上，苏联一直不如西方，所以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苏俄坦克的火炮口径一直做的都比西方大。而为了便宜和易制造，炮塔也多为浇筑成型，所以导致其防护力不如西方。但生存又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此为了保证生存能力，苏俄坦克也是一味的往小、往矮的方向造。从前乃至现在，唯一胜得过西方坦克的大概率就是便宜和好制造。
所以综上所述，苏俄坦克的数据千万不能信，谁信谁倒霉。加上买苏俄坦克的国家坦克兵作战技能不行，坦克都不会玩，不坦协同，火炮支援，自然也就指望不上了。所以苏俄坦克才会如此不堪。这样，俄方要求获得西方主战坦克的需求也就明了了。即便是去年9月份，有克宫运输大队长热情地为乌克兰输送装备，也不得不再去请求西方军援主战坦克。缴获过来的垃圾并不能看大用。好了，关于苏俄坦克为何这么弱，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欢迎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